林线下也是冷脸霸总、强制爱的类型吗？他这个也挺强的。最近一次觉得被爱的是，我回答的也不能不爱，那更要听了。真的不爱了吗？真的不爱了吗？怎么会不爱呢？妈呀！这是我做过最艰难的一次访谈，太热了。我微信的备注是什么？好像从来没有说过，是哦，震撼首发！柳柳看到你们两个收入差距的第一反应是，我以后也要赚那么多。我们两个自己相处，其实比较喜欢去比赛。他就说，你看我点赞比你高吧，他说我流量比你好吧。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收入超过你了，你心里面会觉得害怕吗？可能甚至到达了那种你跟他两个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如果他离开，我也是能接受的。这个采访今天对我来说也是特别有意义的，我觉得更喜欢周幽灵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侃酱，正在全球寻找100个快乐的人，与你分享获得快乐的勇气和智慧。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柳州 CP，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柳州 CP， 我是柳柳徐绿阳，我是周幽灵，年龄34岁，我28，我大8岁，36。一定要 Q 一下8岁这个梗，懂得扣1。星座双子座，我也是双子，我是白羊 MBTI INFJ， 我是 INTP， 我是 ENFP。今天开始呢，我准备了一个盲盒，里面都是一些轻松刺激的小问题。那我先抽。好，如果对方变成小动物，你觉得是什么？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周幽灵还蛮像金毛的，他经常用狗狗眼看着我。说反了，不是你用狗狗眼看我，是你用狗狗眼看我吧？你让网友截一下谁用狗狗眼，你没用狗狗眼看我哪有？那好吧，大家来评个理哈，谁更狗狗眼呢？选柳柳的扣1，选幽灵的扣2。那你说吧，那你说我是什么小动物？不可以学我，不可以抄袭我的答案。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兔子嘛，就是兔子那种活泼的、蹦蹦跳跳的那种可爱的，它又有一点小猫的那种粘人，但是这个挺有意义。咋了？这咋了？它不像小狗的粘人，就是它的那种粘人还带点自己脾气的那种。带脾气的，像小猫又像小兔子的粘人。对，最近一次觉得被爱的是什么时候？好像时时刻刻都会觉得有在被对方好好爱着。那如果说最近一次的话，我前面就挽着他的时候，我说我们今天一天都没怎么沟通交流吗？他就开玩笑说不爱了不爱了。然后我说真的不爱了吗？我说是不是真的不爱了？他就是突然换了一个很深情的语气说那怎么可能呢？哎呦，然后我又被击中了。方便那个情景再重新一下嘛。我前面就是挽着他嘛，然后我们俩在那边走，然后他步伐又很大，然后我就是要蹦蹦跳跳的跟着他。是真的不爱了吗？真的不爱了吗？不爱了，不爱了。怎么会不爱呢？妈呀！谁来救救我？这是我做过最艰难的一次访谈，因为太热了。这个眼神，这个拉丝哦，大家都已经红温了。我一直很好奇啊，因为那么好看、那么活泼的一只小白兔这样跟你撒娇，你的脸为什么可以那么严肃啊？脸皮下可能是有反应的哦，但是皮上是能控制得住的，对吧？哦，他包袱超级重，但在家就不是这个样子。他在家是什么样的呀？这个问题你不回答了？哦，你没回答我回答的也不能不爱，就是啊，不能播的嘛，那更要听了。总结就是每天都有很多瞬间有心动的感觉。他早上比较早上班嘛，然后我会比他起得晚一点，他会在我大概起床的时间给我点好中饭。为什么这个小细节会让你觉得被爱？因为我其实白天起来不太吃东西，他本身就很忙，他怕我胃坏了，会想到我起来给我点咖啡啊，有时候会给我点中饭。那你一般会给他点什么？比较健康的东西吧。对，按照他的口味来点。我觉得这种小细节还蛮温暖的，就是你真的有在关心他的健康和身体。是的。吵架后谁先低头？哦你不能说分情况。没怎么吵过架呀。直播的时候我俩调不明白参数。哦，一个是没调参数，还有一个就是带我们俩自己的那个 tag 调参数调迟到了，比较急急忙忙开嘛，然后结果我一看没带，然后我就说你不行，你赶紧关掉，重新带上再开。他就觉得怕观众等得更久了，然后他就说算了，然后我说不能算，我说必须得带。特别搞笑，那个画面特别搞笑，就是那个手机摆在前面，屏幕上照着我俩的脸，然后我俩的脸就是对着屏幕就，对，我俩坐着可能有个，我俩坐了2分钟是有的，1-2分钟没说话， 1-2分钟就是，就这样，然后那就算是我先低头嘛，对，周林，这叫低头吗？这叫撒娇吗？周林，我说干嘛？我说可以开了吗？他说可以开啊。
我说那你别生气，他说我没有生气。那本来就没生气，所以说就也不算吵架，所以也称不上低头。对，说一个对方最近期让你心动的瞬间。今天就是一天没见面嘛，刚才有那么2分钟身边没人的时候，他就突然就抱上来了。对，刚刚就怪他，我说今天怎么都没有腻味，然后我就突然抱上去啊。那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也是一个心动的瞬间嘛，就是他会日常的这种小撒娇和一个恋爱的状态。我的话，我觉得是今天去妆造的那个一推开门的瞬间，他坐在那边玩手机，皱着眉的样子，我就心动。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好肤浅呀！不是，就是他刚刚看你的眼神。你们不知道，就是近距离看周幽灵看柳柳的眼神，哎呦，真的是好甜哦。你们在对方身上学到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我先说吧。好，哎，这个问题很快就想到答案了哈。因为有很多，他是比较注重别人的隐私，不去过多的评论或者谈论其他人。我们2个人的时候，他也会捂我嘴，说你，我说对你不要说，你别说。我其实也还是比较注重这方面的，我也不会其实很注重。我觉得可能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乐观和积极。老实说，我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人，有一点小事情，我自己心里面可能会觉得啊，天塌了。但是我觉得不管什么事情在幽灵这边都是有解决方案的，这一点还是让我挺惊讶的，因为他是个创业者，在他身上可能碰到的大大小小的压力一定是比我多的嘛，他遇到这些事情他都能够这么积极的去面对，那我身上这些挫折又算什么呢？最近有没有一件小事是你当时觉得哎呀怎么办，但是他很好的拖住了你？节目播出期间我们俩身上都有很多争议，幽灵身上的争议就是包括骂他的声音也不少，但是他会反过来安慰我说一定不要怎么去很消极的去看待，然后就是我们一定可以挺过去。当时骂他的也多，我就教了他一个办法，我说你打开私信，首页面会有那个第一句话的提示，你看那个第一句话大概是骂你的，你就不要点进去看嘛。你看第一句话就是哎呀柳柳我好喜欢你啊，你就点进去看，你不就行了吗？学到了。谁更爱说情话？对方说过最土的一句情话是什么？最土的毋庸置疑是你。那谁最爱说情话？这肯定是你。好吧。所以最爱说情话的是谁？肯定是柳柳嘛，他会比较表达多一点。谁说的情话最土？各方面都是我最土。柳柳说的最好听的一句情话，你最喜欢的一句情话是什么？包记不得的哦，太多了。这个比如说每天都会说的，当天见面的第一瞬间吧，他都会扑上来表达的怎么想我，怎么想我，怎么想我。看到我换完衣服啊什么，就会说哇今天好帅啊什么什么的。我们早期刚在一起的时候，甚至都还不记得彼此有彼此的微信。加上之后，我那天跟他说我工作什么事情，然后他说宝宝最棒了，然后我当时就石化了。我是相当于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他就先进入了。所以你们现在那个微信啊，互相称呼是宝宝对吧？私底下的所有称呼都是宝宝、比比之类的。哦，那你们微信的备注是什么？我的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我说很多次，就是他的本名的一个英文谐音。他的之前给我是柳柳，然后最近正好改了。最近改了，改成什么了？最近是柳柳大小姐啊，柳柳大小姐，这个就大家一直问的，然后好像从来没有说过。哦，正拍首发哦，太棒了，太棒了！所以恋爱中谁更粘人？你要说我，你觉得没良心？那肯定是那样，这没良心。这还有什么疑问？就是我们互相都觉得对方很粘人，互相都觉得是对方。双面胶。烫恋期之后又一个新名词，双面胶啊，可以。采访到这里，卡尼酱已经被甜哭了。同样被甜哭的观众扣1。我们搜集了很多在网上粉丝们对你们的疑问，今天作为嘴替来问问你们。第一个问题，都叫幼灵，恋综特朗普，你怎么看这个称呼？从调侃的角度看，就确实很有节目效果嘛。上一句是说白了，你来这个节目都不一定开始谈恋爱，下一句是你可以当我女朋友吗？然后说我也没让你结婚，下一句是像结婚一样。挺好的，然后也很有趣嘛。大家对他的调侃，他都是那种能全然接受的，他都是用一种就是娱乐大众的心态去看的。所以幼灵线下也是冷脸霸总吗？也是那种强制爱的类型吗？问我对不对？那肯定啊，来我自己回答。你自己回答也可以，回答也可以。首先我知道他很不喜欢霸总这个词，然后霸总这个词就仅出现在我们俩互相调侃对方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一起看社媒嘛，他那些梗都学得特别快，包括一些手势舞什么的，就会忍不住说啊，我觉得你今天好可爱。最近有什么学会什么新的梗啊，或者手势舞啊，或者什么吗？
2.3那个。然后最近还有那个什么，隔壁来了一个会扭腰的，扭腰的正太，这个你都会啊？嫂子也在，对他可会了。就是我俩最近讲话什么，他突然开始唱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个你这个名字，我这个我知道，会唱出来，就特别好玩。配合他的这种形象，对吧？有一种反差，很反差。我觉得很惊喜。对，我还挺喜欢他这一面的。然后强债，我觉得会，他占有欲挺强的。你们那个微博的官宣嘛，文案真的很真挚。你说走出节目后才看到更真实的他，在他身上有懂得爱人也懂得爱己的温热和底气。幼玲她有很好的一个点是，她不计较得失，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的时候，然后她就会用很平静的语气跟我说，哎呀，宝宝，今天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再怎么沟通。我就很惊讶说啊，这样你都不生气吗？他就会经常跟我说，算了，我觉得怎么样会比较好。然后他跟我看到他们跟其他人沟通的记录也是非常不计较，非常大方，很为他人着想的一个心态去处理事情。我们粉丝见面会准备礼物这些，我那段时间是真的因为工作，就是我们公司要发模型嘛，然后我那个时候都2、3点下班，是真的特别累。然后他就会很细致入微的去准备给粉丝的礼物，然后包括写卡片。大热天他自己跑去商场里面去一份一份的买礼物，然后他这些从来都没有跟我叫过苦，说啊宝宝你看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什么的，然后也不邀功，我觉得特别伟大。别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不会很放在心上，觉得自己是个很不好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爱己的很好的体现。他说的他那时候忙我去做那些东西，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比如说那些官宣照，因为这种东西我肯定是不在行的，然后他会去找他的眼光审美，不管摄影师场地啊各种东西，就他也做了很多事情，大家分担一下，不能都一个人做。我发现你们有真的看到对方，透过一些小事看到他内在的一些品质，然后会从对方身上去学到这些。下一个问题啊，观众说柳柳是最有种的女嘉宾，第一次看到一个恋综女嘉宾敢在节目里素颜跑来跑去。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我跟幼玲吵崩了的那一天，那个是我最真实的想法。我就是说，我说 amazing， 这怎么有人敢直接的夺门而出，如此不给女嘉宾面子，这种肯定是会被播出来的。我想说那完了，我有什么好录的呢？我当时就直接跟我的 PD 说，我能不能申请休息1天？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冲击很大。我那天的心态说实话就是想摆烂了。那天我们在那个沙发上吵架的时候呢，他带了包零食，其实不是拿外卖的。我们俩就在那个沙发上吵，然后就太冲击了，我就哭着打电话走出去了，这个零食还留在沙发上。第二天想想好饿呀，还有零食，然后我就想说小屋应该没人了，然后就很快就跑到负1楼去偷零食。真的，我跑得很快，就是因为我怕碰到其他人。那个零食应该蛮好吃的。吃海南的特产零食。柳柳特别喜欢吃零食。网友说在节目中啊，你不和柳柳待一块的时候，有股淡淡的老人味。有吗？没有啊。但确实就是柳柳在旁边会把我就是带着年轻一点。但我私下里看到你们2个人真人，我觉得你们俩真的是男帅女美，然后幼玲还是挺有少年感的。网友都说你是恋综最执着于要名分的男人。幼玲怎么看？当时的好几个场景片段并不是要名分，节目组有给每个人说你们想在海岛要干什么一些活动，我当时提报的所有的项目都是跟柳柳，那我也很着急，就是要跟他约会，但是被截胡了嘛。我觉得可能跟他本身的性格有关，他不是一个会习惯待在灰色地带的人，他要么就是1，要么就是2，不存在一个模糊的答案。那我又很好奇啊，很多网友也想问，所谓的霸总为什么要来恋综啊？还是那一点，首先就不是霸总，因为其实我之前家里包括我爸妈也挺喜欢看那种相亲节目，平时生活中接触到合适自己的女生比较少。又想问幼玲了，当女朋友生气时，有没有哄女朋友的方法可以教教我们？看我笑干嘛？我觉得他没有招，就这么深情的看着你的，他没有技巧，他就是全是真诚。谈恋爱过程中怎么哄女生这种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个比较难的。柳柳是比较好哄的，他是会自己边生气自己一边想通了。你只要去表达你的态度和想法，如果是错误的话，你其实道个歉，在他这边都过去了。在节目组公开收入时，柳柳看到你们2个收入差距的第一反应是？我心里的想法是，我总有一天也会赚这么多的。我当时看到视频就觉得，哇，这个女孩很酷哎，所以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开始我们先看了职业小片，大概知道她是干什么的，但是看到收入这块的时候，还是小小吃惊了一下。当下那一刻，脑子就开始在转了，就想说，哎，她这个收入是怎么达到这么多的？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工作上很有计划的人，会细节到我这周要干什么，这1个月要大概完成什么样的目标，在这个行业能够干多少年。那我要做到他这个收入水平的话，我的主业要怎么做，我的副业如果说可以发展的话，大概怎么做。我就一直跟幼玲说，我说我绝对不能让你领先我很多。我们2个自己相处其实比较喜欢去比赛，
比赛，对，比赛，比什么呢？什么都比，数据上面或者什么，然后他就会看，你看我比你高吧。哦，比如说发了某书，对吧？对某个平台，他就说你看我点赞比你高吧，他说我流量比你好吧，我说我被骂的比你多。然后我觉得 AI 行业是我现在很喜欢做的事情。如果说我把这个工作辞了，那我能够学习到的东西真的是会少很多，所以我就真的完全不想放弃。如果说有一天就是我的行为跟我现在的回答是相悖的话，我觉得也只可能说我可能真的身体上吃不消，但我当下的答案是非常坚定的，就是不管是他还是其他人问我说会不会辞职，我答案一定是不会。所以现在主业是很忙，对不对？每天大概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就是10-16嘛，10-16。10点上班，10点下班，一个礼拜上6天班。他有时候到晚上11-12点都经常，然后还有过凌晨2-3点的。所以你当时有听到柳柳这个视频里说啊，我有一天也要赚的跟你一样多，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挺意外的吧。我觉得一般性人可能都不会是这个回答，他还挺有自己的想法。说有一天他真的收入超过你了，太爽了，你会爽对吧？那你心里面会觉得害怕吗？现阶段我就挺想让他超过我的。真的吗？为什么？60他的性格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嘛，他会特别盼着别人好，他不是一个会有那种嫉妒或者是说很自私的心理在的一个人。这点很棒哎，就是如果你会愿意说另一半超过你，比你更优秀，不是每一个男人都能做到的。在我的想法里边，如果他非常好，甚至到达了那种你跟他两个不是一个世界的人，那我觉得这种时候如果他离开，我觉得我也是能接受的。可能我们两个人他已经优秀到我没有办法追上的程度，然后他可能碰到了更好的人，我也觉得我也是能接受的。但还有一个点是，本身幼龄他就不是一个会容忍自己停滞不前的人，他也是会一直一个很有事业心，所以就不太会存在说我变得特别好，然后他很堕落，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你们俩都是成长型思维，现在2个成长型思维的人都在一起了，然后会互相push。节目播出以后嘛，很多女孩在网上留言，觉得柳柳是一个非常美丽又非常有上进心的女孩，自己也很想成为像你这样优秀的女孩。我之前也有回答过，对自己在这段旅程满不满意，我的答案其实都是很明确的，我不满意，不太满意在节目上的行为。我会觉得我整体的行为会偏浮躁，但是可能大家观众对我其实总体来说是很包容的，这个是我是非常感谢的。给我留言说，哎，柳柳好像因为你现在上海这座城市对我来说都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不再那么冷冰冰了，我会觉得哎，我好像在上海多了一个朋友，那就是你，这种我会特别特别喜欢，很感谢。还有大家会说，哎，看到你在直播的时候，幼龄提到说什么养龙虾，我好像因为你对 AI 这个行业产生了一些兴趣，我会想要去学习 AI， 能够让大家可能说相对不那么了解这个行业的人，因为我对这个行业产生了一些兴趣啊，我会觉得特别特别感谢。特别好，特别好。如果要送礼物给对方，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哎，你也很会送礼物哎，你送他的礼物每次都能送到星趴上，是吗？对啊，他都哭了那个视频。那也有可能我送他什么他都哭。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那一刻很打动我，会让我很动容。哎，原来自己这么不经意那句话他记住了，我是很吃惊的。他的哭的点在于我送他礼物的行为和这个契机，我是比较注重它的实用性。我是希望这个东西日常能用得到的，并不是一个送完第2天就没了。包括别人送我礼物，我绝对最在意的是心意，我完全不在乎价值，甚至我会希望他送我礼物的价值小一点，因为2个人接触中间嘛，你们会有很多交流，你要就是多留意对方的需求。很投其所好哎。不好意思，我动了。没事没事。好酸啊！年纪大的，这段蛮好的。这段不用进去吧？我们会剪进去的，我觉得很好。我们节目主打一个真实。我觉得我送礼的思路也是50%投其所好，50%我是一个很固执的要体现我个人审美的人，那我可能就会观察到他日常生活，根据对方喜欢什么。另外50%就是我坚决不能送丑东西，对，坚决不能送丑东西。确实这点我很认同。比如说我送了这个东西，然后对方是真的满意啊，我会特别有成就感，会特别得意，说哎呀我的审美好吧，就是会这样。七夕快到了，柳柳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有没有什么适合送伴侣的礼物？那我必须安利这块华为 Watch GT7 英语粉，它的外观是不锈钢表圈，日常佩戴很显活力时尚，有男款和女款。我戴的这款呢是41毫米的，幼龄戴的是华为 Watch GT7 持光蓝，46毫米的表盘更适合男生哦。哇，你们俩戴的都好有气质哦，还是一对耶。我个人是不喜欢戴饰品之类的东西，但是呢
就是如果是电子类的手表，我会觉得它很有意思，它有很多功能，比较能提升你生活便捷程度的一个工具。然后我觉得这个手表让我觉得很惊喜的是，它还有一个微运动的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些微运动的动作检测。平时可能站在办公室里面活动一下脖子啊，动动手啊，就是这种很细节的这种动作，这个手表都能捕捉下来。并且它对女性很友好的一个点是，它还有一个多囊卵巢的健康评估，连续佩戴14到35天的话，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夜间的这个体温啊、心率啊，来对我们的女生健康，然后有一个这样的评估，我觉得是特别友好的。对，这款我也有了解过，还有全新的健康洞察，每天早上起来呢，它都会给你评估当下身体状态的准备度，并且会给你今日的运动建议，养成更好的自己。另外，万上家庭空间可以随时看家人们的健康数据，有异常呢会及时提醒，很适合异地情侣用，可以及时的关心对方的身体健康，是不是好看又实用？送礼物实在太合适了。现在上京东搜索777华为新品手表，还有粉丝专属的优惠券，还有468元的无忧大礼包，6期免息。京东呢还会再额外补贴50元的新品体验金。哇塞，那确实很划算了。我可以讲一个很可爱的点啊，就是其实送这个手链毕竟是高清摄像机记录下来了嘛，大家可能发现他当时表情一瞬间是有动容的，但是我当时我一个是送出之后很害羞，我可能一直低着头，所以我当下没有觉得他好像很喜欢这个手链。但是我们那天回去啊，就是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吃饭，主人坐我旁边，我在中间，幼玲在这儿，把这个手链伸出去的时候，我当时心里特别开心，就觉得好可爱哦，原来他是喜欢这个。毫不经意甩出去最好要有人问你，不问你也很尴尬。那如果没有人问你怎么办？再甩一次，甩到有人问，实在不行放他面前，主任你看看这是什么？主任一下看到就哎呀，这给大哥拴上了。但我觉得你身上很好的一点就是他送你礼物嘛，你会给到一些正面的反馈，这个其实对于送礼物的人来说他会很开心的，然后他下次会更愿意送你礼物。很多直男朋友啊，就是给女朋友拍照，每次都要吵架，你们会吗？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我拍的好啊。因为他长得美啊。我一直拍照一直有一个笑话吧，我是只管构图的，他的脸我是看不清的，构图会有那种氛围感。比如说你要拍全身的时候，肯定是要把他的脚放在最下沿，如果你把那个人放在中间，这个照片就不好看了。拍任何东西吧，背景不能杂七杂八的。我有的时候是真的，我确实有点不自信。我有时候就在这样的景，我想说拍啥呀？他说你上去站，我给你拍。然后我说你站着之后，绝美。我说真假的？一看，真的不错。因为我们栏目叫寻找100个快乐的人，所以如果快乐的满分是100分，你们给现在的状态打几分？我觉得90。说100分可能有点假，但我确实好像就感觉100吧。哦，就是没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嘛，跟恋爱肯定有关系嘛。没有恋爱前，我觉得可能是50、60，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生活。那柳柳呢？就是没有遇到幼玲前大概是几分？我觉得没有他之前可能会比他刚才说的50、60要再更低一点，因为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90是因为我刚才想的是现在这个状态嘛。我们最近其实工作真的特别多，但是我会很喜欢采访的原因是每次采访都可以让我们彼此挖掘到就是更不一样的对方。我们刚才这么短的问答里面，我觉得更喜欢周幼玲了。这个采访今天对我来说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他会觉得这个状态很累，我是觉得这个状态很好，就是每天两个人有一起的事情做。最后祝所有刷到这条视频的朋友们都能够像柳州一样遇到美美的爱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谢谢，拜拜。